有球的地方就有球王。本节目由阿迪达斯独家冠名播出。离敌车前方回放。上一站杀进江苏，散装江苏名不虚传，头一回合体就是这么炸，硬生生把比赛逼进了加时赛。由于云龙的脚软，还要加时赛。大连队差点被拖垮在金陵城下，但大连队咬碎牙挺住了，关键时刻顶住压力，险胜拿下，带着2连胜冲出江苏。这一战，滴滴车直接扎进雾都重庆，别的城市踢的是球场，重庆踢的是坡坡坎坎、江边坝子、山腰空地，哪里有地就是主场。前2站的大连队够猛，但山城野球场江湖出来的硬脚头也是凶得很。走，找人去。哎，这是不是重庆那火车？哪个？哦，对，轻轨。这个和高铁是一个性质吗？驾驶的时候？不是，不一样。完全不，这个慢嘛。不，就很像地铁，轻轨。重庆很有特色的一个标志性的交通，就像我们的那个无轨电车。对。啊，重庆，你看这层层，一层一层的，啊，真漂亮。重庆这个球市好嘛，就是好氛围。那时候真的好。昨天我刚说完大连和重庆的比赛，重庆场均的上座人数是58000多人，这么多，它是全世界排名第2天哪，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大连排第12名。这个转折是很重要的。对，这个转折是很重要的。不是有什么于超对吧？对，很火也是吧？上次看了苏超，苏超，对，于超，湘超，这么多超。反正你打到这个份上，你也不要管什么超了，对，对吧？没有个中超的在，超了没事儿。那有个中超还没说呢。重庆是不是很厉害？重庆的人比重庆身高偏低。小快灵。其实小慧玲在小场特别占优势，对，特别。哦，这是个尺子啊，对，给他们量身高。对手应该是反复研究我们比赛，我们被人研究了，现在这研究的。很正式。就像现在是我们在暗，对手在明，对吧？但其实对我们来讲，他们是谁并不重要。开始狂妄发言，我们有点太狂妄了。其实赢了很困难。必须要赢。天哪，锣鼓喧天！干嘛了？这个是欢迎大连队，是要欢迎我们呀？上来宣战的。对呀。不一样，文化完全不一样啊！不行了！过来，小孩！来。故意消耗我们的。This who block。我不是来攻击的。长江水，浪大浪。长江水，浪大浪。那是不多，你是浪那样。重庆水，这股重庆水，3千万人跟我一起泡澡堂。那就跟我一起泡澡场，那个是我们的荣美，我们的球迷兄弟。
重庆是条都，是雾都，我本名里边就有剑桥2个字。当年英语老师告诉我说 Brick， 我说什么叫做 Brick？ 他说桥，我说那这就是我未来的英文名，代表了有未来和这个词有绕不开的很多联系。我是这儿的东道主，我是这儿的孩子，我们有最棒的球员，我们有最棒的球迷们，所以说我喜欢这个感觉，然后把重庆足球安利给全国观众以及世界观众。哎，把重庆的手势举起来！当我说的是，让他们都听到的是哪里？重庆。说的是哪里？说的是。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兄弟，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吗？还好还好，你呢？很好，很好。他这个是为佟良龙的书。对，是。上场比赛结果知道了吗？不代表明天的结果。不是，我听说你是重庆的领队，是不是？是的，我是重庆的领队。就你一个人吗？不，但上场只能是3个啊！我不止3个，在我身后有3000万的重庆人。我们重庆有自己的野场传说，毕竟重庆到处都是野球场，有社区，有公园，都是踢野球的地方。所以有球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球王，所以我们重庆队的队友也是隐藏在我们市井当中的野球王。今天其中一位呢，就在我们台下的观众里边。去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余超里边，从半场踢进一个世界波的人，他就是重庆的夏奇。小哥这里。夏奇，中圈直接打满这脚，超级世界波啊！这脚。我叫夏奇，我来自重庆巫山，今年19岁了，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踢球已经10年了。这是我们第1个哦，然后我们的第2个、第3个在下个地方等我们，所以我们还得去下一个地儿。对，相当于重庆一日游。对，作为领队，我们边玩边那个游戏。OK。我们大连队现在信心也是非常的十足。OK。这是要干嘛？这是要干嘛？ battle。重庆，我倒要看看你行不行，能不能让我们的心情波澜不惊？我们反击，我不要 bridge， 我要下棋。大连，我一脚世界包送你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会让你们笑哈哈。你笑哈哈管乐，我直接让你胆怯。你让我胆怯，到最后你会对我感谢。那看来今天的比分一定会特别的惨烈。我们场上见 ，OK。重庆人这么好动啊？大连人这么 peace 吗？非常，因为大连靠海，知道海的胸怀，你知道很大的。大哥，是不是足球里边有一招是可以通过脚这样踢了过后，靠颈和肩的关系给它停住的？不要多讲，来嘛！我跟你说，不要瞎起哄，我3下他都没停住，千万不要熬了。你看到吗？没有你们欧森，他全停住了。这太牛了，太巧了。来，因为这个我确实小时候就没怎么玩过。来。这个确实不大行。哇塞，牛的！颠球我就输了，云龙强啊。Bridge 有点足球底蕴的，我觉得大连队不是很好弄的。明天就是3v3，谁赢谁出线。在这个之前呢，有一个叫发疯赛，你们
准备好了吗？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有实力的人是不需要准备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连必胜，进场。来了来了，发疯赛这就开场，3局2胜，赢家直接拿走技能卡优先选择权。可别小看这卡，在正赛里可能就是翻盘的底牌。第1局扭扭车大作战，骑上扭扭车，屁股焊死，全程不许离开，10分钟扭过去对进去，进球多的直接抱走优势。准备好了没？扭起来！我们两个应该试一下，现在正是练习的时候。玩这么溜啊！他很灵活。哇，你玩这么溜啊！因为我发现这个真很不好控制。对，这个车不好整。我就不控，我拿脚控制就好。对，我像个大蜘蛛一样，我发现。你们往那攻，重庆往这攻。好。走了。嗨嗨！可以。漂亮，欺负我腿短。好累。好，对，打开，对，好的。好球！我的胯骨要抽筋了。这个客场这压力，终于感受到了。好烂哦！小心他从那儿进。正白，快就睡。对方领队有点专业，好快呀他真的是在驾驶啊，打出自信了。我只选肩并肩去抱一抱。要黄牌了。快走！还没赢呢，半场开香槟很忌讳这事儿，我跟你讲。也对，半场不能开香槟。你走。好球，管乐，漂亮！哎呦，他配合了。很像上一场我的表现。犯规！这个点球不能领队射，你必须这样有弧线，有弧线才能。谁说什么不要半路开香槟？走，世界波就靠你了，夏琪。走，夏琪。我跟你扯那么多。好球，管乐！管乐这个大长腿可以啊。走，你来打。我在这儿，我这。好球，管乐！
感觉像个哪吒一样，现在。漂亮！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你太强了，管爷，2个大长腿派上用场了，简直是你的统治区啊，管爷。对，今天是周卫领队表现最好的一次，最佳状态。好家伙，大连这身高腿长的优势明摆着，可重庆仔们鬼精鬼精，小快灵一出，满场窜得飞快，硬是把大连的节奏给搅了。第一个游戏，重庆8-4获胜。重庆仔稳稳拿下第一局，这记下马威拍得够响。所以这个是凶的意思，你这个人很厉害。对，分开是我爱你，但是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有无限的可能。转场进行第2项。好的，大哥。上车，姐姐。糟糕。上车吧，球王！上车吧，球王！上车！这重庆，我天，太热情了。我们现在要去第2个地方，就是重庆错综复杂的一条轨道交通，那个地方叫做相国寺码头。重庆有码头文化，对，有码头，我们自己的文化。还有一个点就是在那个地方有我们刚才说的第2个队员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他也是一个轻轨的一名交通员。哇，他平时开轻轨，然后还有时间踢球吗？对，人天天开轻轨是没有什么太多时间训练的。咱们是不是赢了？那个眼神，结果是这个意思。你常常去主场吗？那个，如果我在这一场没有工作，那我就去。盖呢？盖也是一样的。你在龙戏唱的时候感觉不一样吗？那绝对的。这些球迷不亚于真的，必须的，不亚于音乐节的歌迷们，是的，因为足球很热血。对，是的。现在此时此刻是我们重庆建队以来战绩、球势、球迷热情最高涨、最好的一个阶段了。重庆球迷本身就有基础，对，我们是有基础。那时候还在甲 A 时期老的这个时候，重庆某种程度是西南地区一块牌子。包括当时有一个外来的球队叫前卫环岛，前卫环岛，哎，一下子带动了。到后期，有一个叫重庆力帆，重庆的这个球迷是根深蒂固的。真的，大概你是百科全书的呀？不是，因为我经历过了。我们现在有新血的2位，一个叫做项羽旺，一个叫做李正全。我像吴庆啊。很多那些重庆地方也适合踢足球啊，一直这边的人啊，很爱踢，热血、拼搏，就是那种拼劲儿，挺那个的。马上就到。哎，轻轨又是轻轨。1号线网红打卡点，你们刷到过那些看的吧？张嘴巴吃，太可爱了，好想去拍。张嘴。到了。来下车吧，球王。下车吧，球王。这话可不轻说。Hello， 有，滑过来的。对，站起来，兄弟！我滑过来，顺着江把你们送回大连。对手在江里还敢挑衅？大连是海，不好意思。我叫徐国玉，今年29岁，是轨道交通的一名电动列车司机。踢球有22年了。足球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了，我觉得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球场上的优势的话，我觉得我体能优势可能会比较好，我可能会踢到我自己踢不动为止。
你参加过健美比赛吗？没有。你看，你再看一下，哇，你看，哎呦，太壮了。节目组势必要把我们送走，是吧？对，一站比一站的。踢哪个位置的呢？平时的话，我现在出来踢中后卫和前锋，小时候是练门将的。哎呦，说到这儿我就当仁不让了。刚才你划过来的时候说了句什么？他要把我们送走，送回大连是吧？这地方路到头了，是吗？咱到了重庆，大连队的路就到头了。哎，重庆放狠话真的有一比啊！这好狠啊，好狠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一路都是听狠话听过来的。要我们主场。刚才你是第2位入场吗？第1位刚才我们已经拿下。马上要进入第2轮的这个游戏了。哎，进入第2轮游戏之前，两个领队有话说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狠话了，哥，我希望他们能赢。这什么意思？怜悯我们？我希望他们能赢，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来自五多"。还老来自五多，重庆味儿很大。不是，他是青岛的，这是青岛小门儿。我是青岛小门儿。OK。扒啤酒是旮旯，是旮旯的。今天我在重庆，我在这儿很高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上坡就是我们兄弟的上坡路。OK。哦。他们要从坡上滑下来。对，他们从坡上滑下来。从坡上滑下来，路也就到头了嘛。这么狂吗？重庆他们味儿真太大了。要得，开始吧，来吧，冲啊！发风赛第2局，花式运球赛。在重庆这座山城踢球，上坡下坎儿都是基本功，运着球爬坡下坡，还得扛住干扰。出来了！大连队第1局吃了鳖，这一局彻底卯上了。漂亮，胆大心细，稳中带狠。而重庆队这边主场优势拿捏得死死的，上坡下坎溜得跟回家一样，两队咬的那叫一个紧。结果决胜关键居然系到了2位领队身上。要！最终大连队咬着牙，靠着一点微弱优势，硬啃下这一局，把风赛打平了。总比分1比1了，悬念被硬生生拖进最后一局。下一轮咱还会撞上什么样的重庆狠人？等着瞧。走，小心一点哦。你们可以看一下，对，好漂亮。这是个特色，重庆山城的特色，真的是啊。哎，有的在10几层往上走的，有的你都不知道这是1楼啊，没有10楼啊。就是这样，一出来你以为是1楼，哦，下面你在第8楼。果然这就是山城。那是谁又在运动？每一个人的出场方式真的好不同啊！在做俯卧撑的那位就是我们的老前辈老 OG 了。大家好，我叫汤春海，82年开始踢球，到现在大概有40多年吧。他踢了几10年了，也比较出名，黑洞都认得到他。他是属于天才，一生下来他就会踢球，真的，他自己这样说的嘛。现在做一个小餐饮馆。1年当中，就是除夕那一天不去抓球。人间的又来个，脚下灵活曹逸夫，曹逸夫2代，曹2夫。他是队里边年纪最小的。大家好，我叫何新玉，我今年16岁了，是一名即将中考的初3学生。马上6月份要考了。对。虽然我只踢了4年的球，但是赢你们已经足够了。不是，这么突然吗？前面我们就突然来个这个，说话越来越不留余地啊！我16岁的时候都没这样。我16岁比他也是稍微差一点。在Bridge桥梁的嫁接下，重庆是越来越狠了。耶，这个辣度有点猛啊！对，重庆队现在在林华路，我们终于集结了。欢迎。那么等于是到了第3环的游戏环节。哎，前面是1比1平。是第3个游戏啊，其实很简单，也考验一下大家对于足球的相应的一些技术能力。你最好别在我面前拿个足球在这个上面，否则我直接给你送去那个 NBA 了。
发疯赛决胜局突出重围，攻方2人，守方5人，攻方2人得把球盘带出绿圈才算得1分，被赌回去白干，双方各干6次，谁得分高谁拿下这一局，技能卡优先挑选权花落谁家。别眨眼，马上开整，展示真正的技术来了，来了，大哥，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没对吧？我们有实力不怕。来吧，挺好，挺好，上，好球，直接过他，好球，都很好。哎，好，可以，没事。大连是有点东西的，我看到了。攻防转换，哇！这是我们队水平最差。对，不好意思，谁都是我给范导打没了都。啊，谁踢得好谁最差。停，你停。好，拉出去传球可以啊。没事，我们不进。大连得1分，这个是我们队水平厉害，最差。太帅了，挺累的啊。你们要调整一下吗？不用。要不要我宣布一下手握的这个卡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吗？宣布一下吧。哎，对，有点动力。第一个，盯到起啊，盯到起，看着，指定对方1名球员强制下场休息60秒。他拿200，这个有用。第2张技能卡可以使用该技能卡，将比赛带入1v1，就是1对1，120秒内先进球即获得胜利，并且所属球队加1分，对方减掉1分。Understand？OK， 我们要拿下啊这一轮，希望双方加油。好球，直接投那边。拿球，葡萄姐，我们家都是对了的。拿球，好的。得分，好，真挑厉害的下手。这个球打出了重庆人的智慧。那球挺好，反正他们也不能进来，慢慢停就可以。挺好球，不着急，走啊！上去，好球！这是我们队。又来了。攻防转换，你来，你先来，我后面来，最差的来。不急，反向。大连得分。云龙有点东西啊，云龙，让你看到我的实力了。闪转腾挪可不是光脚底生花就够，一负1分，哎，技术得扎实，配合得丝滑，大连得分，默契跟不上，一步都晃不过去，破坏成功，两边杀得难分难解，最终大连队5比3啃下胜利。好球！技能卡优先选择权到手。行，我们定好了。我们定好了。在哪儿？你们选择1对1。技能卡已经揣进兜里，那么明天就到关键的争霸赛的环节了。接下来得连夜好好研究。对手是有实力的，相当强，千万不要小觑，辣不一定能辣到他们。是。明天大连继续高歌，还是重庆主场翻盘？悬念拉满，明天见分晓。Where are we going? So who are we playing? A local crew. They're legit. They play win or go home, and they haven't gone home. What? In 30 years. How many people know about this? Everybody knows. Ils n'ont jamais perdu. Desde el 96, avant l'arrivée de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Desde que la gente usaba teléfonos fijos. Desde que salieron los CDs. Depuis l'époque où il fallait souffler des cartouches dans des jeux vidéo. Krieg was noch gepolstert, man. No, man. Oh, I'm telling you, it's all true. Most of it. Probably.
欢迎由阿迪达斯冠名播出的《上车吧球王》传奇领航官范志毅和管乐入场。大家好，我是范志毅。大家好，我是管乐。欢迎大家来到由阿迪达斯冠名播出的《上车吧球王》。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哪里？重庆噻。我们来到了山水之城、魔幻之都的重庆。大家可以抬头看一看，我们上面的就是重庆的一些车道。那我们脚下又踢的是足球，这就是自带魔幻8D 属性的重庆。每一个草根啊，都可能成为传奇。今天我们将在这边草根足球的圣地，以球会友。那么我们现在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嘉宾。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Bridge 出场。长江水，浪大浪，来时不多，你在老那样。无从取胜，无从取水，三千万人跟我一起跑到场。打电话是我们的优美，欢迎 Bridge， 欢迎 Bridge。今天我们刚刚来到重庆，某个人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庆火锅一样的火辣。今天我们重庆最野的队尾就带着各路野球队员组成了突击队。没错。经过了前2轮，站在我左手边的这位，一下子来到重庆以后，变成了大连队的领队了。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先把你的传奇球员介绍上来。好的，我先带来我们大连队的球员。没问题。仔细听着好吗？好嘞。OK，Come on。第一个上场的是张云龙、王伟、曹毅夫，掌声给刘洋。那现在有请 Bridge 了。好，没问题。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掌声、尖叫声给到客场的大连，所以让我们用最大的声音，当我说雷死，你们都说。说雷死，说雷死。OK， 那么我们第一位即将出场的就是我们重庆足球场上的 OG 长春海，我们的海哥妹上头，徐国玉，下边何新玉。比赛之前，咱们大连队和重庆队，我听说是准备了队名的。来，大连队，我们先喊出我们的队名。好，我们是第1名队。结束啦。你们叫做第1名队。Yeah。我们的名字叫做干掉第1名队。吵也不要吵了，其实你们站在这儿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对，开踢吧。对，拿球说话，拿球说话，准备。明白，明白。范志毅，范志毅，说得好。范志毅，说得妙。你们是相声队吧？排练过。这么捧。好，那我们场上见。来嘛，我们说一下，不能进禁区待3秒噻。然后我们3个人的位置，要不要这样说？要不要这样说？尽量还是协起，还是让整个，在让整个过后早点结束进攻，少到打反击。
然后上来过我们还是打防守反击，就是一样的。边上进攻的时候拉开战，进攻的时候我给力的拉开战。这个下棋脚头非常的狠啊！这下棋的脚头很专业，看他们水平。我靠！这个3个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好。基本上他们追红就是我全部的料。这期对手冲击力太强了，你就必须得给他上强度的贴着他，必须得身体给他。我们每个人都得找一个人贴紧他，不能让他随便摆脱。都准备好了，来吧。血拼到底！比赛规则：比赛为3对3足球赛，共4节，每节6分钟。任一节结束时，若某队净胜球达到或超过5球，该队即获胜；若比赛时间结束无球队完成，则进入5分钟加时赛。加时赛结束时，得分高者获胜。走，进攻！好球！好球！整体战术其实很清楚，就是上强度，前场紧逼。好球！因为确实对方比较年轻，然后身体直观看起来其实不如我们有优势，所以我们就在开场让他们进入一个高压状态，迅速消耗他们体力，让他们紧张起来。走，稳当 ，S， 稳当。稳当！哎，有惊无险，近点。最开始想着我们先稳住防守打反击，然后能抓几个机会先抓几个机会。站位的话，就我拖后嘛，小夏和小何2个在前面，因为他们年龄小一些，能突能抢。重新了。然后更多的呢，我给他们做后补，给他们补位啊、拦截啊、破坏啊，给他们分球。可以。进，来了。哥，这是我们的庆祝仪式，我们懂的。我寻我拉便携你了。哎，没事，再来，没事的。没事。我其实丢完球之后非常着急，因为你知道吗？这是第3场了，我们第一次比分落后。来了。我当时嘴里说着没事，其实我心里是想着，就是到了真正亮剑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尽快的把比分给扳回来。0-0，好踢，太牛了。过来。大连队回来了，配合也打出来了，默契度直接拉满，一波接一波往前压。开场虽然来了个乌龙球，但这球倒像是一拳砸响狮子，情绪开关咔一下弹开，紧接着就是一波疯狂反扑，比分迅速反超，半点没给面子。加油！球！
再看防线，有刘洋坐镇后场，固若金汤。重庆队想凿都凿不动。走！稳一点，打进，打进，打进！我嘞！反观重庆队，崽儿们冲劲儿有，但场上磨合还在找感觉，身体对抗也不占上风。大连这边一上强度，重庆的节奏就有点跟不上了。靠不住。他们不好踢，他们就是体格干不过。你看张云和王伟，他俩一争，根本干不过。这些还是小孩，他们就是紧张，他们都没人去防路下守门。你射脚有一脚啊，还得进，还得进。局势不太妙啊！山城的兄弟们得赶紧想辙了。不着急，都能够多那个。我们目前打得保守，慢慢来，找点节奏。来，不错，交走，交了走。那两个年轻的，他小凡有点东西，脚下有点速率，他身体不行。对，他身体不行。对，最后那个，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强度。他顶不住啊。对，来回跑，你注意多跑，把他们拉开，这样他才有机会。对他们还没明白，他们要有个人往前跑，就他们能解开扣了。你看他们，我现在觉得有点保守。其实我作为旁观者，我个人感觉是。要一口气灌满5比0，其实很难。所以说，哪怕我们落后，第二都没得啥子的，关键一刻，他们又中规一好了啊！交了走哈！你看到球带的时候，遭过的时候，我在后头给你们补。你们可以大胆过，但是要能交球的时候，他在节里头先交。我有时候，比如说下去拿球了，我拉开裤裆了，你给我可以射门，那些球门大。封一面，走，小常辉，站住就行，不用扑他啊。抽中间。哎，好球！好球！直接推。好球！继续拉边啊，小曹，拉边啊。我预判啊，其实我们在第2节应该比较难去立刻分出胜负，前场逼抢很浪费体能，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缓和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想让小曹上去顶一下，给他们再加大一下强度，让他们体能消耗的更大，让我们的机会更多一点。我们就是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对，我们做好持久战准备了。走。好球！对，就打这个，就拉，没毛病啊！走，有空门的打。哎呀，可以！世界波，本来夏奇刚才差点又来个世界波。夏奇他脚头其实很狠，他一直在试图远射。别骂！但打门其实你需要摆脱空当的，那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把你堵那么死，而且刘洋在后面，他基本把正面就封住了。我也没事，我跟白走。准备。好球，他自己了。再进一个。使技能卡，先使技能卡。就这60秒，大连再凿进一个，净胜5球。哨响，比赛直接结束。关键时刻，技能卡。大连不慌不忙，甩出那张压箱底的技能卡，等的就是这一下。大连使用的技能卡叫盯得起。技能卡盯到起，指定对方1名球员，强制下场休息60秒。
大连，你们选好了哪位下吗？他自己都知道下去了。哦，自己下去了。聪明战术，一招定音。这个球对我们很关键了呀！最后60秒，提前下班还是继续熬？咱盯死了看。守住门，好球！当时在他们已经领先了4个球的情况下，他们拿出了他们的技能卡，然后让我们少一个人作战。其实对他们来讲优势确实比较大。然后我们知道他们有这张卡，我们也提前聊过，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需要怎么样去防守？肯定是有压力的，因为3打2在3人制的比赛中还是有挺大优势的。希望2位大哥能够防下来。就瞄着我们大连打。打谁大连？我只记得就是他把我们大连队的这个标志又打掉了，我很气愤。他俩人咱们即使5比0也得继续踢完。是吗？对，所以不着急。好球，没事没事。投球的频率要快一点，你不行打我就自己打。要得要打。哈哈，我们比他们更有优势，我们可以发动2分钟1v1，所以说我们的重点还要在于是哈哈的，我们要比哪个有体力，这一单挑。要不你上前面？我。对，你在后边吧。然后出球吧。体能现在还够，即使最后一节，即使打加时，咱们也会领先。只要不让他们。我先扛一下。大连队罚球，第3节比赛开始。我来。好球！好球！接不接？大哥，我们发动我们的技能卡。重庆提出使用技能卡。当时其实情况比较紧急，因为我们如果进球的话，对方还要捡1个球，我们可以追2个球，然后在那个节点呢也很关键，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在2分钟之内打进那个球，然后做好防守，再拼一下，把比赛继续拖入下一节的话，还有一定的机会。所以说在那个时候选择了使用技能卡，硬碰硬。比赛暂停，强行扎起120秒单挑，球权归我方，我方进球算2分，对方偷鸡算1分，进球即刻输摊。啊，他要是卡了，卡10呗，1对1呗。省点体力啊！我来吧，那我就跟我干就完事儿了呗，你留着吧。那就他干吧也行，你留着吧。行，可以。我们派哪个和他们1v1？徐博宇。哎，57还很凶，我们不要和57还。哎，他这30好，30。我们挑云龙还是挑88？他们，我跟你说，看都不用看，他们想要云龙上。大哥，我们不是这样想的。哦，你想谁？你想从那个领队管乐？行吧，我可以，我没问题的。不是的，大哥。龙哥上跑。龙哥，就龙哥。哦，是龙哥。龙哥，哎呦，云龙。你挑我们最强的。糟了，云龙是很厉害的。云龙大长腿，他怎么过啊？选人逻辑很简单嘛，为了得分，我肯定要选一个队里面我最容易取得得分的。对，他选了我。守门员。对，直接守门员。接我不接。他右脚。因为确实，我真正的强项在后场。在禁区里面，因为他首先他一个人，他没有第2个传球的选择。那我其实只要专注他变向就好了，可以吃他一点变向在哪儿，因为我身体比他好。然后我防守范围很大，
他基本上即使他摆脱我，我一步也能跟上。所以防守对我来说不难，难的是怎么去分配这个体能，因为2分钟嘛，我怎么去打满这2分钟。你选了我，那我就告诉你是错的嘛。张一龙。你刚才那个好有杀气，你刚才那一下太牛了，张云龙，太稳了。双方技能卡都用完了，但是第3节的比赛还没有结束，那么也就是说重庆还是有希望，你必须打回2球，你们还可能存活，好吧？放开了打，放开了打。先收中间，先收中间，不要再移，另外，回头，那个球，那个门里，收边。5比0，时间所剩无几。继续抢，站住！来，给我！哎，不行！来过来！小团，回呀！厉害！辛苦！好球！辛苦！我们越来越强大了。用力拼了的就可以了，重庆精神。好球！大连，厉害！辛苦！谢，好球，辛苦，好兄弟，辛苦。现在比分5比0。今天太牛了，大连队确实能看出他们彼此之间越来越默契。就像我上次看完苏超之后，我就觉得足球不光是一项体力的运动，它更是一个脑力的运动。他们大连队的几个人在一起，这多多少少也踢了这么3场球了，所以他们的默契和他们之间的那个情谊肯定是不一样的。就第一次我没有经历第4节比赛，第4节比赛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战都是背水一战，那我们就要更加的去专注于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对对手的研究，包括对技战术的执行。因为胜利的感觉也确实是太棒了啊！就是我们想赢的心态，可能一场比一场要更强烈，更强烈。越到后面越想赢。那么大连第4站就是广州了。作为领队，你有什么说法吗？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支持大连队到现在。什么鬼啊！你不沈阳的吗？Bridge， 虽然兄弟们都输了，不管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跟兄弟们？我觉得先让参与到的他们先说吧，是吧？哎，感谢大家的祝贺。我们虽然输了，同样龙，咱们一起加油啊！同样龙，我们中超球队一起加油！感谢我们的为我们加油的，感谢大家，谢谢。比赛就到此结束了，后面看到了吧？啊，由阿迪达斯独家赞助播出的《上车吧，球王》，上车吧！拜拜，谢谢。
走。谢谢你请我们吃火锅。来重庆吃一下火锅是大家来了都会做的一个事情。今天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好，这个景色真的是从来没见过的。今天还是可以了，小铁我们确实可以了。小哥，你今天开场帅炸了！谢谢我的兄弟。今天我这一身的造型看起来也不错吧？确实很棒。那这双阿迪达斯 Hyper Boost 在重庆山城走路是特别的舒服，又轻又缓震。回头我也去整一双，设计感也好帅，有未来感，很有重庆赛博朋克的风格。 OK，Let's go。 OK。有朋自远方来，雷斯捕捉。来，谢谢重庆的兄弟们，来，感谢重庆的大哥，谢谢。走起，上车吧，球王。都得下起来先。原汤化原食啊。平时你们经常会有吃火锅的习惯吗？有。那我们是涮的是海鲜呀。我得吃点番茄。天哪，啊，好辣呀！太辣了吧！咋了哥？呛着了吧？不呛着了，我这太辣了。重庆的食物侵略性很强，非常强，跟他们秋风一样啊！太燃了，太爆了。重庆其实来旅游行，长期生活这个饮食的这个太辣了，太辣了，我觉得受不了。火锅里边不想那么辣，有几个点，要么就是在油碟里边加醋，要不然就是加蚝油。但是在这个火锅里边，对重庆人来说加了蚝油啊，会有鄙视链类似那种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什么你吃的是鸳鸯锅，那就不是重庆火锅，就类似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最狠的是什么表现？被你们尊敬，就是如果吃火锅吃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觉得我就是去肛肠科看病。哦 ，OK， 明白。我们怎么吃？你们怎么吃？哦，吃完上医院先早点挂号。因为我确实经历过，在成都经历过，去吃牛油果很辣，第2天、第3天、第4天就基本打吊瓶了就。啊，那太夸张了，太辣了，非常难受。的确，这个最外地人对吧？没事儿，大哥。再给我们赞助一条。赞助，因为本节目由阿迪达斯冠名播出，怎么回事？因为大哥被火锅油是赞助上，对吧？被火锅油赞助了，对。感觉真好啊！是。太漂亮了。来，为今天的来之不易的胜利，必须的。茶。哎，但是今天你1对1的时候，我想起真的像球员时期的感觉。是吗？很久没有这样了。对，我一看稳了。其实挺担心。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今天是有点侵略性的？大连队从第1站打到上面这一站，这是第3站，从来没有1、2配置。都是2、1开始配置，他就是那么勇猛。今天真的 ，Bridge， 因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踢，是，但你不知道，其实大连队每次都会有遇到不同的队伍，他们都会用出自己不同的方式去应对。但是今天我觉得大家的真的确实，大连队的默契已经比前几次更加有默契了。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加的，你们那个专业术语叫什么？踢得很猛，默契。不是用力就很有侵略性，很凶，凶，对，踢得很凶，凶就是凶，懂我意思？刚开始的这个标志，对的。今天换打法了，每一期不是这么打法，每一期我们求稳，这期我们就压的凶一点，压的好凶，一上来找不到出球点，不让你们拿球了，今天就是有战术的。我觉得主要是可能小兄弟啊，确实小何他们身体还是略占没有那么有优势，确实还是有一些劣势在对抗上。他下来在场边都在跟我说，他说靠不太过，有点怕，靠不动了。对，靠不动人，有点怕。哎，那个弟弟，你现在你就踢了多长时间？4年啊？对，4年。
你几岁17了？11岁吧。你是就是喜欢是吗？对，喜欢踢球。哦。你下个月考试了是吧？下个月1号。小徐，你一周健身几次？我是自己给自己定训练计划、饮食计划，每天都有。哦，那你以前守门员啊？以前守门员。练了多久？从7岁到18岁全是练守门员。哎呦，我们俩很像啊，跟你差不多。咱俩一样。嗯。守门员很苦的，很苦，每天都是摔，天天摔。而且当守门员一定要长得很帅吗？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挺奇怪的，他其实长得我一直在讨论，他长得特别像重庆铜梁龙队的这个队长项余旺。要不要你给他对一下话？就中国足球人脉这一块，没有谁能比得过范指导。是这样，现在是可以的。在训练还是在哪里？联系大哥，准没错。佳琪，你现在还踢于超吗？在踢啊。你是踢哪个队？他们是以区选分队的。哦，你哪个区？我是巫山县。主要小场对他不太友好。对的。海哥跟我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踢过3人制的，很少是吧？3人制踢过以前，但是那个门还要小一些，07年就踢过。但是重庆3人制比赛太少了，基本上没有3人制比赛。3v3就是比10人制有看点，因为10人制进球太慢了，点不起激情。这样3人制的话，这样来回进球的话，看点就要多。全是往返跑3人制。佳琪，你累吗？感觉你们还行。有点。我不累吗？我1v1当天给我累死了。1v1最累，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云龙可以。太有啊！对，云龙一个1v1可以。但他们最开始想选谁啊？我们得说实话。想选刘洋哥。因为我不是为什么不选？打不了。小陶身体太好了，为什么不选我呢？你太弱了，你太弱了，你太弱了。打你没有意思。1后卫他可能站位好一点，身体靠你也不太好过，主要是有这个原因。是的，是的。我刚才和这个云龙还聊了，就是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你这个这么有侵略性的眼神了，他非常认真。只有我跟王伟，我们俩是从小在一起。像刘洋、曹啊，都是我们后期才认识的。真能认识这些朋友们一起踢球，一起赢得比赛，没有什么比这个感觉更美好的了。这是我们队实力最差的。我们每一场走过来，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4个人的这个组合，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最终走到最后吧。对于我们来说，每一站都是背水一战，那我们就要更加的去专注于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对对手的研究，包括对技战术的执行，这个其实是我们接下来要更花精力的地方。我在这里我也想表达一下，感谢重庆这些兄弟盛情的款待啊，也感谢大连队这3站来一直的付出，也希望大连队在下一站拿下广州啊，最后能进军到上海。来，加油加油加油！谢谢重庆，加油！拿下广州！谢谢重庆。前方的车辆即将驶去广州。有球的地方就有球王。本节目由阿迪达斯独家冠名播出。